我没想到少爷喂了我1年的屎啊，终于在跨年的时候啊，给我吃了一顿细粮，真的是太棒。听我办西话，打发无聊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泛无聊。感谢 LU 数支援的欧叉铲车，外包依然是欧叉的传统外包，正面是一个铲车的漫画峰会，背面是玩具人形以及各种噱头的照片，还有大力神组合的黑影图，只露出了一条腿。内包还是全透明的塑料壳子，里边有一个释放轱辘的夹子。纸制品人物卡1张，正面还是铲车的漫画峰会，背面是玩具的人形载具以及各种数值。看数据的红色塑料片1张。本玩具最大的缺点，说明书1份。为什么说它是本玩具的最大缺点呢？本来变形挺流畅的，结果这个说明书弄的啊，一是图片小，二是说明全是英文，有些步骤呢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你得揣摩一下。配件86大电影红蜘蛛加冕仪式上吹的小号1只，人形武器1把。武器是怎么安呢？它的卡槽不是这样的，它的卡槽是这样的，所以呢利用这个武器上的凸起啊，塞到这个手柄的卡槽里。小号也是掏到手指上以后，用手指往回窝，顺势就把这个东西卡进去了，再调整一下。欧叉铲车的主体拿上来就是这样，我把2个配件都安在了他的手上。整体看这个人形呢，就是显得消瘦了一些，其他整体没毛病。色泽呢，没有用扎眼的珠光漆，只是用塑料的原色件做了一个搭配，紫色搭配绿色。这个紫色跟绿色的色号啊，调配的特别合适，已经有了接近官方的那种味道了啊，就是看起来不扎眼。虽然呢跟动画里边也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你看起来就感觉它这个色号的调度就是跟官方的玩具比较接近啊，就做出了那种官方玩具那样的绿色和紫色，看起来很平和很顺滑，而不是像 FT 那样疯狂的给你上那种珠光漆，让你看起来就很扎眼。这个呢你拿到手以后，光看这个涂装，你就有一种拿到了官方玩具那种涂装的感觉啊，就是感觉整体啊，你用视觉去感触这个玩具就很润很平和，再加上整体玩具零部件上的一些收边倒角的恰到好处，你就感觉有一种它在追随官方的那种风格，也可以说它在模仿官方的那种美型和涂装上的那种感觉。所以看起来啊，如果你玩惯了官方的玩具的话，你就感觉这个玩具里有浓浓的官方的那种层色在里边啊，而不是像 FT 那样，你拿过来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3-5小作坊。欧叉铲车呢，真的，如果说有一些官方的专业指导，在这个人形上啊，再做好一些收边倒角，再把这个涂装，我指的是大腿和膝盖这儿啊，再怎么做一个调色的话，完全可以冒充官方玩具了。因为这个绿色和紫色啊，太接近官方涂装的那种感觉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可动，
胳膊就不用说了啊，这种曲肘没问题，它能曲到整个密贴住大臂。前后旋转没问题，就是这个铲子会硌一下。抬起没问题，头部旋转没问题，抬头也没问题，腿部前踢、膝盖、后踢都没问题，侧踢也没问题，而且支持力也够啊。腰部旋转没问题，但是这个玩具也有一个毛病啊，这儿也是松。这是整个玩具啊，除了说明书的第二缺点，就是它这个腰部卡扣不严实。你要是这样抖的话是没问题的啊，这样拎住头抖的话是没问题的。我为什么说这个腰部不严实是第二缺点呢？因为在变形过程中啊，你有这么一步变形，还是需要卡这个腰部的，它老容易开，容易开呢，就造成了你整体融合时候啊，你还得老把它调整，就是这么一点麻烦事儿，其他的都没问题。脚步呢左右有接地，整体人形我们再看一下啊，真的是太棒了。我指的是在3.5小作坊这片业界里啊，欧叉做的是太棒了。时至今日，老老实实做合体，老老实实做玩具，老老实实做变形的3.5小作坊，我没想到居然是欧叉。从欧叉那个守护神我就感觉到了啊，欧叉现在很低调，而且呢，他的心思没用在找水军去洗脑闹神教，他的心思可以说是用在了做这个组合金刚上面，真的是不错。这个人形的圆润度和这个人形的美型度，我说句不好听话，真的可以碾压 FT 铲车。我们从侧面看，你们想想 FT 铲车背后那一坨，再看看欧叉铲车这个背后，如果说欧叉再能费点心思，把这个铲车的这个臂吧，还是叫梁，有人给我科普啊，那叫铲头的臂啊，把这块再做一个这种捏住的回收，就太完美了。即使这样啊，刚才我那句话都是挑骨头，即使是这种形态，真的都是太棒了。你想想 FT 那一坨一坨又一坨的片片堆叠，再看看这儿，欧叉只用了几步就做到了 FT 包片片包了半天都没做到的效果，真的是太棒了。这个后背，我们再转到后背的正面再看一下这个后背，太棒了。这个零件收纳真的是充分利用了零件与零件之间的这种冗余空间啊，收纳的恰到好处，安置的也是恰到好处，而且没有那种凌乱的感觉，就是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的收纳。包括小腿上啊，真的就是很整洁，收纳起来很干净，而且有这种块块的机械感觉在你的眼睛里，真的是作为一个3.5小作坊的东西啊，能做到这一步真的是太棒了。还有就是这个料子，比起 FT 那种嘎吱嘎吱你玩起来片片感觉就随时能掰断了那种感觉，这回欧叉的料子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你摸上去有一种 SS86 惊天雷那种感觉，就是我说的啊，手上抹完劳动护肤霜，特别润，特别绵，就那种感觉。而且在你变形的过程中啊，零件的收边倒角啊，我感觉是真的是挺接近官方的了。我现在信了啊，以前人们都说啊，欧叉那个设计师是官方辞职不干的啊，我都嗤之以鼻啊，这他妈就是噱头啊，就是为了卖玩具的噱头。虽然我不是官方的东西，但是我有官方的设计师啊，给人一种怎么说呢，挂羊头卖狗肉那种感觉啊，就是虽然我这个玩具没版权，但是我这个设计师可是从正规的官方出来的啊，有版权，给我一种这种感觉。但是从守护神玩到这个今天的铲车，再想想 FT 的铲车，我现在信了啊，欧叉这个设计师可能85%以上真的是官方辞职不干的这个设计师，因为他这个人形也好，载具也好，每个零件在变形挪移的过程中，人形向载具向大腿的转变的过程中，真的你就有一种官方的那种感觉啊，在里边，你就感觉设计师能设计出这款产品是在官方那个地方经过系统培训的啊，就像看甄子丹的电影一样啊，
你就感觉到，虽然甄子丹啊，他是一个美籍人啊，想当年因为他从小跟着爹妈去美国长大的嘛，但是你一看那个他打那2下子，你就知道甄子丹肯定在中国武术界啊实习过那么1、2年，因为他能打出中国武术的那种味道来。同理啊，欧叉这个变形真的是，你就感觉这个设计师是官方不干的啊，它里边有官方那种变形和收纳挪移的味道。废话呢，我们也就不多说了，直接看变形。变形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手给它收纳了，先把这块翻出来，这个手呀旋转一下，然后呢给它放回去，空间绝对够啊，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摆成这样放进去以后不影响后面的变形。接着呢把这块合回来，把铲车整个拉出来。这一步说明书就画的有点绕了啊，我看了半天才明白，就是把这儿撬开。因为这太难抠了啊，所以我用把玩神器把它撬了一下。说明书画的啊，就这儿有点模糊，加上英文啊，折腾半天我都不知道因为啥，最后才明白哦，原来这是能撬开的，因为太紧啊，刚开始我都没敢抠。接下来整个把这块拉出来啊，这有个眼儿，用这个呢把这个眼儿合住，做一个支撑。铲子跟这个对齐以后呢，再把这儿合回来。捏紧实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你往开抠的时候啊，你还得用这个把玩神器，我是不建议你用指甲去强抠。定好这个铲子的位置以后呢，用这2个片儿跟这个支撑臂啊做一个结合，然后把这块抠出来，跟上面这个豁口做一个结合。按住这个驾驶室的顶棚啊，整个把这儿翻开。这个绿色件呢，跟这个紫色件它是有一个接口的啊，拉开空间以后，你就能整个拆开了，就这一个小接口。你别小看这个小接头啊，你如果不把这个上半身翻出来，你想说提前往开翻这个不好翻啊。接着把这个轮子这儿掰开，把后面这个胳膊呢顺势旋转下来，再把轮子贴回来，把这个部位拉起来叠上来，这儿太松了，都不用你去扳啊。它就直接分开了，然后呢，拉起这个紫色的板子，用紫色的板子做一个固定，就是相当于折一下啊。但是呢，这个紫色的板子依然是这个毛病，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玩具的第2个缺点啊。除了说明书，就这一个缺点了，就是它锁不住。锁不住呢，你在变形的过程中，你老得往回合它，就这点比较麻烦。然后呢，把这个部位往下推，这儿有个窟窿，利用这个凸结合一下，哎。把手臂旋转调整一下，让这个有凸的地方啊，正好能对着这个插口就行。往回卷这个轮胎，密合。这一步啊，千万别忘了，因为它太细了，太容易被遗忘。抠出来，把整个大铲子合回来，再利用刚才我们抠出来的这块啊，跟这个小眼做一个结合。接着把这个铲子放下来。听听，这儿都有齿轮，而且你能感觉到那种齿轮关节的阻尼感。把这个顶棚向后掰开，掰开它是干什么呢？整个呢把这个驾驶台翻过来，这个方向盘呢可以活动，你可以自个儿调整它的位置，我就不动了啊。然后呢把驾驶舱再立起来。变到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啊，这比 FT 强多了啊！驾驶室这一块，包括铲子这一块。接下来我们变这个腿，先把这个膝盖打开，然后我们看腿的内侧，把这块打开，接着呢把这块打开，整个呢把这块翻起来。把这个拉开腾空间，倒过来以后呢，整个把这儿合住，轮子跟这儿有个卡扣，咱们把它密合一下，顺势这个绿件跟这个灰色件呢再做一个结合，把整个脚部旋转一下。接下来我们把这块也翻出来，像心灵手巧的人啊，你就可以直接跟前面做挂钩了，但是我这个手法不行啊，做人也大大咧咧，所以我用了个笨办法。把小腿合并住以后啊，你们切记，这个灰色件它是能动，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它动的啊。用这2块跟这个做一个往里叠，
黑色中间的条不要动啊，因为这个玩具比较紧，它会带动这个中间的条要动，但是我们不能让中间的条动啊。哎，整个压过来，压过来以后呢，顺势啊，把这个上面这个绿色的啊，就往前压，怼住这个屁股啊，再往里搓一搓。哎，我的笨办法就是这儿有个凸，你往前一旋转，只要零件都到位啊，虽然它那个窟窿你在密合的时候看不见，但是呢，你就能极其准确的把这个凸点塞到这个窟窿里。整个把这个大屁股啊弄好以后，我再跟前面挂钩。接下来别忘了这块我们要把它翻出来，先把这个钩子啊给它挂上，再把这个部位密合住。这有个窟窿，驾驶舱顶棚这有个凸，咱们把它也做一个结合的锁定。哎，然后是铲土机的车屁股这块做一个锁定，把这块呢也做一个包围。这个设计的是真好啊，就是利用零件的一个角度，本儿过一下，都不是合上来，直接过一下，过过来就行。最后呢，我们把这块翻起来，有点不好抠啊，利用把弯神器把这个排气管撬出来，然后呢，把这两个片片放下来，这个卷一下啊，哎，两个这个烟囱啊，排放燃油废气的烟囱就搞定了。就这啊，没完事儿，让你们看看欧叉铲车的噱头啊，这才叫噱头呢。用这个夹子啊，把这个轮子这儿有这些刻画勾住，哎，就把这轮子揪出来了啊。我们继续再演示一下啊，这个挺有意思啊。用这个夹子抠住这个横轮往出拽，哎，搞定，这大轮子就出来了啊。欧叉铲车从人形变成载具就是这样，这个铲车可比 FT 那个赛博坦铲车强多了。虽然它前面也有漏土的地方，就这点小缝缝，但是这个铲子啊真的是太棒了，一体性比 FT 那个强多了。FT 那个折了半天片片，折腾了半天四处漏土，人家这个就是这块有个轴，它因为要配合组合形态的脚趾啊，它做了一个横移轴，剩下啊这都没问题。看看这驾驶室，方向盘、仪表盘都有，整体车型呢简单明了、干净整洁，不像 FT 那个啊叠成一堆了都。人家这个很简单啊，该有的地方都有啊，脚踏板什么的啊，该有的地方都有，还有梯子啊，上驾驶室的梯子刻画，很简单，简简单单，是不是有一种官方那种玩具的感觉了？真的，我说句不好听话，官方那个86大力神单体，但凡像欧叉这样啊，你可以省成本的做一些精妙的变形减法啊，你组合成大力神稍微丑点我都认了。真的，你最起码不是一个幼稚园的水平。我并不是说它做成欧叉大力神这种单体啊，哪怕你做点减法变形再巧妙一点，真的都行。咱们翻回来再说这个欧叉的铲车，这个铲车是太棒了，从人形到载具的转换啊，虽然步骤多，但是简单明了，让你从1数到100啊，让你顺溜的数，你没问题。相对于 FT 的变形呢，FT 那种就是让你从1数到30，但是它的数字是打乱的，让你没有那种顺畅逻辑的去数，所以你会很别扭。你像欧叉这个，它也有片片挪移，它也有杆杆支撑，它也有片片包裹，但是变起来就比 FT 顺畅了不止10倍。为什么？因为欧叉这个变形是有逻辑的，太棒了，真的。人家这个片片挪移也好，杆杆连接也好，片片包裹也好，是为了主要的块块挪移做辅助的，而不是以片片为包裹，块块不动。像人家这种胳膊都是大块移动的啊，腿啊什么都是大块移动，身体也是大块移动，然后局部再用有逻辑的片片或者杆杆做一个支撑，做一个包裹。比如说这块它就用了类似于杆杆的这个作用啊，做了这么一个支撑，还有这儿也是利用这个杆杆的作用做了一个铲车的支撑。包片片呢，说句不好听话，太有逻辑了，它的片片就是在这2块地方啊，人家做了一个以块块为主的这么一个连接。
但是主要的固定形状位置还是靠哪儿呢？还是靠大小腿关节的这一块啊，做一个位置的固定，剩下的是做一个连接。有人肯定会说，哎呀，从后面看不绿啊，灰不拉几的。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比那个纯绿还强点，最起码它有一个色差的这么一个调整。但是呢，就是刻画不精细，因为为了变形啊，它这儿只能做成这样的刻画，而做不出那种正经的铲车发动机在后面它做那个散热网的那个刻画，这个是做不了了，这是变形的原因，没办法。如果说欧叉操蛋一点的话啊，完全可以在这儿做个片片，就是这两块啊，做个片片往出展，哎，像 FT 那样叠出来也能包。但是欧叉聪明的选择了没做，我认了这一块，你们说我刻画的不好，我认了，但是我不影响整体的变形逻辑和流畅性。如果真按我说的操蛋，这儿跟 FT 一样加片片啊，这就鼓出来一个蛋，你就得抽。变形过程中你还得为了挪对它，人形载具你还得折腾它，这儿还得打眼是弄卡扣，还得往上扣它，太麻烦啊！一下就把这个流畅的变形过程就打灭了。所以说欧叉很聪明的舍了一步啊，我舍了，我认了。你们说这个刻画不好看，我认了啊，这一块你们自个儿脑补去吧，像不像铲车的散热片、散热网？我认了，你们自个儿脑补去吧，你们骂我也认了啊，就是为了不影响整体的变形流畅性，真的是太棒了啊！我没想到少爷为了我1年的屎啊，终于在跨年的时候啊，给我吃了一顿细粮，真的是太棒了。而且滚动无压力啊，为什么这有点磕绊呢？是因为我这个有点光啊，我这个背景是有点光的。把这个轮子我给收回来再试试啊，还是因为有点光，所以这个后轮啊转的不畅。其实滚动是没问题的，我在地板上试过啊，这个是没问题的。而且这回欧叉的变形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在哪儿呢？它的卡扣。真的是啊，卡扣起到了该起的作用。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小卡扣啊，虽然你变形的时候啊容易忘，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它真的起到了一个锁定的作用，就是锁定这个整个铲车前半部分带铲着的这一块啊，真的是卡扣都出现了它应该出现在的位置。虽然官方如果出大力神的话，我想以官方那种团队的正规的设计啊，会比欧叉大力神可能再强一些啊，单体变形，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集思广益。但是欧叉这个设计师啊，真是以一人之力做到如此之地步啊，真的是不错了。我不知道欧叉后续他的大力神其他成员会怎么样，但是单以铲车这一个人形载具乃至变形的转换过程来说的话，碾压其他3、5小作坊。如果说你刨去卖废铁的那种感觉啊，说我也不要求重量啊，我也对这个合金件有没有也无所谓。真的，欧叉全方位碾压 FT 和叉社。最主要的是，欧叉这个铲车虽然它没有合金件，虽然它给你提供不了你所需要的合金情绪价值，但是这个玩具轻重合适，放在手里把玩合适。当你玩完 FT 的那个铲车啊，你再玩这个简直是太棒了，太流畅了啊，太1、2、3、4、5、6、7、8、9、10了啊！没有跳跃性的思维，没有胡乱的堆叠，没有胡乱的包裹，没有胡乱的折叠，什么都没有，它有的只是流畅性的块状移动，以杆杆和片片作为辅助，增加了这个变形的流畅性，真的是太棒了。你看似步骤多，其实逻辑性强，而且说句不好听话，变形的步骤啊，只要你变个1、2遍熟了以后，行云流水一套就下来了，在你不知不觉中就变完了。我还是那句话，它变形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那个腰部啊，人形也锁不住，是在载具这儿也锁不住，所以说你需要注意那一块。其他剩下的变形真的是无所谓，真的是太棒了。就是膝盖那儿有点紧，容易在往回窝的时候带动中间那个灰条，你注意一下啊，往出叠就行。真的，这个变形真的是作为一个合体成员的单体啊，我觉得这个变形真的是，如果 MPG 不出大力神的话，这个铲车已经是作为所有铲车的巅峰存在了。
那么这期还没完事儿，我顺路把这个腿也给大家变了吧。接下来我们开始变这个大力神的一条腿。变腿之前呢，我们要把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刚才变成载具的时候啊，这一步忘说了啊，这个片片要折回来，不过也无所谓啊，你们肯定知道。咱们现在要把它打开，把这儿打开，把那个烟囱呢收进去，把顶棚跟后面的这个结合拆开，把这块都打开。接着呢，我们整个把这个小腿板啊翻到后面，然后跟这个灰色关节呢把它拆开。把轮子掀开以后呢，整个把这个小腿面板打开，把这两条腿呢也给它拆开，把这个部位呢旋转，再把这个部位呢整个打直，把这个关节呢翻转，然后呢把脚踝这儿旋转，接着呢把这块密合住，紧跟着把屁股这块拆开，整个旋转这个轮子啊，旋转到什么样就对了呢？继续往上旋，旋出空间以后，把这个轮子啊窝过来，然后我们看这个位置啊，灰色部件，整个把灰色部件这个窟窿啊挪到上面，这就对了。然后把这个轮子呢做一个结合，就是把灰色部件这个窟窿啊调整到跟大腿是一个方向的。接着呢，把两个小腿密合一下，把这片呢再合回来。因为它的口朝上了啊，所以我们直接就旋转这个绿色的片子跟这个口做一个结合。把铲土机后面的围栏啊先窝回来，然后呢叠上来，把胳膊拆出来。我们旋转这个啊，底下的片不动。跟这儿做一个结合，然后把这儿做一个结合。我们开始变这个胳膊，先把这儿掀开，然后整个旋转，把这儿打下来，把这块抠出来，然后立起。这儿有个小棍儿啊，把它挑上来，合住。接着我们把人头旋转一下，把这块抠起来，跟这个人头一侧的洞做一个结合，再把小臂的挂钩呢锁回去，把顶棚这块拎起来，先把驾驶盘这块呢翻回去，然后呢把这片拆出来，整个利用这个顶棚呢压下来，把这个轱辘呢就遮掩住了。把这个挂钩再给它挂上，把这块再锁上。接下来我们弄这个铲子，先把这块呢挑开，接下来呢把这块拆开，把这个脚趾甲呢合到一块，把中间这块合住，再把铲子呢向中间收缩，把底下也做个密合，把这两块再拆开，把这叫臂啊，铲臂啊，缩回去，缩到这种地步啊。再把这个卡扣跟最底下这个眼做一个密合，形成一个支撑。把打开的这块呢再密合回来。铲子这块啊，你想往下叠也行，不想往下叠也行，看你自个儿怎么喜欢。这个大力神的一条腿啊，可以这样活动，也可以左右的活动。整个大力神的成员铲车呢，从人形到载具，从载具到大力神的一条腿，整个的变形流程就是这样的。虽然我没变过 FT 铲车的腿啊，但是就那两个所谓的合金件大支架啊，塞在人形上一拖，变成大力神，没办法，它合金太重，就得闹个合金支架，远不如这个一体变形的 O 叉铲车牛逼啊！真的，你玩 O 叉，你就感觉是。本来应该从从容容然后你再想想 FT 那个铲车，现在是所以说呀，孰好孰坏，不用我的语言去更多的修饰，只要你们玩过，你们就知道谁是好的，谁是坏的。这玩意儿，少爷跟我说630买的，
FT 那个垃圾产车一出来就卖到了700多800，你可想而知，你们钱到底是买这个值还是买那个值？那天在群里看聊天啊，据说 FT 的吊车也要出来了啊，号称卖到1100，纯红傻逼呢，纯红傻逼。你现在买 FT 这个价钱，你就觉得 FT 已经不把买家当人看了啊，纯当傻逼仔呢。咱们不说吊车，也不说它的推土机了，咱们就说这个产车啊，欧叉的产车，无论是人变载具，人直接变大腿，载具变大腿，大腿还原成人，真的这一系列的转换过程，4个字形容：行云流水。无非就是你要注意一些小地方，比如说这种小棍棍，比如说这个你肯定是能记住的，因为必须要用它做一个支撑。这儿在载具的时候，你或许会忘记，因为这纯属就是一个美型补件啊，相当于其他地方你就没有注意的地方了啊。变载具无非你就是在注意一个这儿，就是中间那2条灰色的杠杠不能动，其他真的没有什么可注意的地方了。行云流水，而且你说要注意的地方啊，它也在变形里头，你就能想到这个棍棍这是支撑作用的，包括那个变成载具以后那个小棍棍啊，也是锁定作用。它虽然零件小，它都是给你一个你能感觉到要用的这个东西。我说的锁定载具的就是这个小棍棍啊，就是这个小棍棍。你现在呢依然可以把它锁住，这就是我视频的牛逼之处。虽然我忘了这一步，但是我依然能在大义凛然的讲解里把这一步完美的融洽进我的讲解里，让你们都不觉得我这一步没往上锁。嘿嘿嘿嘿啊，不开玩笑了啊，刚才那一步就是忘了啊，还好啊，在夸耀这个小棍棍的作用时候啊，想起它来了啊，找着它了。现在就是看欧叉整体这个重量算的怎么样，毕竟这个齿轮做的是很紧，不知道加上整体以后会怎么样。你们不要觉得啊，加上整体这个是不是要崩了，撑不住，跟这没关系啊。它主要的支撑力在这个活动的紫色片片这儿，它的支撑力在这儿。为什么它能左右摇呢？你们就知道了，通过这个左右摇你们就能看出来支撑力在这儿。所以说好饭不怕晚，就像人们老说高端的食材只用简单的烹饪，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难的。做饭的最高境界是把简单的菜系，我们的家常菜，我们在家里边老百姓饭桌上都能吃到的菜，做到让人一吃心情愉悦，满心欢喜，回味无穷，那才是最难的。所以说欧叉做到了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组合金刚单体，相当于在考虑到组合整体的情况下，这个单体就是一道简单的家常菜。因为组合金刚最大的噱头是组合金刚，它的美型，它的组合，它的支撑力，它的关节力度，这是它最大的噱头。但是欧叉依然做到了把这个单体一个平平常常的家常菜做成了一个令人吃完以后心情愉悦，回味无穷的这么一盘菜，真的是不容易了啊！作为一个没有官方那些设计团队集思广益，没有专门修美型的，没有专门玩设计的，没有专门做补充的一些团队的相互合作，只靠欧叉这么一个设计师能把这个产车设计到这个地位，真的是太棒了啊！真的说句不好听话，能把 FT 那个折纸人产车啊从地球甩到塞伯坦去，你玩完这个欧叉产车，这个重量，这个流畅的变形，这个舒服的料子手感，这个零件与零件之间的冗余空间的留余补足，和这个变形时各个部件为了榫卯结合，为了挪移的这个收边倒角，你再翻回头想想 FT 产车，你说我没玩过，没事儿啊，你去看那些视频 FT 产车怎么变形的视频，你再翻过来对应你手里的欧叉产车，你就知道你这630花的值不值。第一款产品这个欧叉产车，我觉得是给买欧叉一直抵抗住 FT 的诱惑， FT 虚高吵架的诱惑，叉社的诱惑，死等欧叉的这帮迷友心里呢
吃了一颗真正的定心丸。当你拿到欧叉产车的这一刻，你心里边就是一句话：我没白等，我没白等啊！我等到了欧叉的这个产车，这个产车各个方面都值得我去等，而且这个价格630，真的，一个3屋小作坊做的合体的单体成员啊，卖到630，能做到这种水准，可以说是好价了，真的是太棒了。而且欧叉这个美型啊，真的是太棒了。这个大腿，我们这个美型看哪儿了？看这儿，用驾驶舱藏住这2个轮子，又有机械感，又有遮掩，真的是太棒了啊！我给大家把这个腿立直了看，你们再看这个隐藏轮，你们就知道了欧叉的美型有多棒，真的是一层突出一层，再突出一层，一个折角的过渡收纳，然后再凸出来，然后是个铲子，后面也是圆润度，一个立体的美型修饰，再加上一个立体的方块，直接方块过渡到底下啊。欧叉呢，利用这个零件的美型啊，相当于给这个片片做了一个加强筋。这个欧叉的产车的确是给等待它的人一个强大的定心丸。那么这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